星期六你好，好6阶即蜂窝智能手机发展记录，杨子坦见词聊聊它存在的第一款蜂窝智能手机。星期六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独特的日子，因为在这一天，我只是在床垫上躺了一个下午，无所事事，而每一周快速移动的存在都在这一天变成了绝对的落脚点。而明天，我还是不用去看画了，我的心态完全是舒服自在的状态。每到周五晚上，我就因为简单的发了画，变得筋疲力尽，活不下去了，所以我经常早睡。而星期天晚上，由于第二天还要去看画，熬夜就成了一种负担。只有在周六晚上，熬夜才是满足的事情。很多年前，快乐大本营看着我度过了每一个如此满足的夜晚。后来，快本停播了，我久久错位。之后，湖南卫视介绍说，周六同一时间将播出一款类似快本的软件，不过主持人除了何炅，其他人都变了。周六你好，你好星期六，先看够了。这是本次展览的 slogan， 每一集都计划一个主题，艺术家们围绕这个主题分组，反对每个不同的人来玩这项运动。随着这一制度的更替，内容逐渐多样化。后来有大佬介绍说，杨子可能是其中的一员，成立了好第6街，把这个系统建设成一条街。艺术家是在街上宣传各种事物的摊主。7月的终极星期六，7月30日，本期主题为好6手机节。在显示开始时，一首熟悉的歌曲 R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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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成了使用。里面的歌词，你绝不能省略一个呼唤，由此产生的主题。该场景甚至在多个时期积累了众多制造商的352部蜂窝电话，而收到这一集的游客可以选择这种手机带走。第一个超链接与使用蜂窝电话智能手机键盘的习惯同步分组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熟悉使用9个键，有多少人熟悉使用26个键。我用的是26键，因为26键可能跟电脑有关，换个键盘位置也很方便。选择26把钥匙的人数是选择9把钥匙的人数的2倍。在退出中，最有效的一个人可以协调访问9个键，所以最后一个组织变成了杨子、何炅、乔欣、王鹤棣，而秦霄贤、李雪琴、谭健次、傅龙飞则塑造了其他组织。第一个超链接与蜂窝电话智能手机的最早标志相关联。那个时候，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基站了，标志保险变成了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可能会有一个人在蜂窝电话智能手机的退出时大喊大叫，我可能想听你的。信号不好就再说一遍。所以这项运动就是戴着耳塞专注于赛道。2位艺人有一个观察嘴巴赌词 ，RD 与在蜂窝电话上识别彩铃有关。到时候只要发送一条文字信息，就可能收到悦耳的彩铃，通过彩铃在全美名扬四海。因此，从各种非常顾问的歌曲中确定了4场演出，通过该系统观察到的00后群进行了网站在线投票，获得了票数最高的群。然后我又在歌词后进行了测验，并通过搜索图片进行了猜测。如果您从软件规划的角度简单的观察这一集，我认为这非常令人兴奋，但是由于居民游客并不熟悉所有不同的东西，因此互动脱节，而且有几个元素是被压聊天的，所以整集显得很无聊。属于一顿饭需要80到90分钟的显示类型，而且看了一顿饭还没吃完，因为它会快进和双倍速播放。通过胜利集团选择蜂窝电话智能手机，实际上是非常激动人心的。参观者注意到了那些超越物体的东西，他们自己使用的、亲戚使用的，有回忆和故事，但不幸的是，这个组件变成了轻而易举的东西。拿到这些装置并坐下并在他们周围传达信息，可能会让人感到特别兴奋。或者另一方面，赢得娱乐选择一个能照亮故事的客人。总的情节只是混合了手机的主题。杨子用的是诺基亚 M5200， 唐建基用的是诺基亚3230，李雪琴碰巧得到了他最难忘的手机智能手机，因为现实是他爸爸在他爸爸妈妈之后气急败坏的卖给他的，发生了一场战斗。王鹤棣最难忘的手机智能手机变成了法卖给父亲，傅龙飞选择了他妈妈喜欢用的手机智能手机，何贵最难忘的手机智能手机变卖给他的父亲。
父亲作为大学开始的礼物。创新是理智的，但使用它的人是温暖的。他正在竭尽全力将其带来，但遗憾的是，他并没有为他的稀有同事提供方法的方法，他的新右手也无法获得回旋余地。周六的目的是要实现一个晚上，周六晚上应该加倍实现。但是你好，周六有这样的奉献精神，但目前还没有能力这样做。转移部分不够啥，客人接受度不够，合作也不够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扣子应该被证明是为了突出定向资格和稀释。再一次，这个节目，当你现在没有明显不同的同事权限时，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可以观看的地方。但是如果你资深追剧，观看了《非凡的努力》1至4季，兄弟姐妹漫步1至3季，欢迎来到蘑菇屋、圆满飞行和不同的达人秀，你可能会看到不平衡的意外个体如何拼出纪律来玩。一个适当的节目，客人很重要，升级后同样重要，找到妥协的方法，并找到导致目标市场收入且笑和眼泪的分钟。但遗憾的是，周六作为 Fastlane 的覆盖面节目的替代品，并没有传达幸福，演讲没有跳出圈子，束缚粉丝观看。理想情况下，下一位客人的反应可能会更高。星期六是一个渴望得到满足的中午。02盖张艺兴合作赛1。说唱顶级对决可以访问，粉丝很高兴。对于说唱峰会总决赛的嘉宾合伙人大会，盖迎来了熟悉的嘉宾张艺兴。一起，他们熟悉了生活的程度。尽管 GAI 的搭档总体上并不出色，但他们控制着在中心阻力的那个圆形中获得了第一个区域。盖和张艺兴这次带来的这件作品变成了另一个版本的超龙。实际上，许多人以前比抵抗更早得到它。考虑到所有因素，每个注意到《我是歌手》兼词曲作者的人都知道这首曲子的历史。这首曲子之所以能在合作阻力内获得关键区域，是因为夫妻双方迅速将环境确定为房子的最佳变量。盖和张艺兴的度数都很强，他们的访问能力都在这里，他们可以采取他们需要的头脑，并立即将其传递到没有麻烦的程度。事实上，我只能被认为是一位先知。之前我就表示，张艺兴一定是为这个准备了很多东西。不知为何，我的怀疑是对的。与其说是 Showcase 欢迎了张艺兴，没多久 GAI 就去找张艺兴聊了起来，而是 GAI 先跟张艺兴聊了聊。最直接的是艺兴决定再次参加这个发布会。大概在那个时候，张艺兴手上的元素其实还挺多的。不过为了能帮到合适的朋友，张艺兴开始和 GAI 一起研究一下，在组织不同的跑腿之后，与合力曲调有关的点数。总的来说，他们之前已经研究了几个例子，但是他们最终把他们的看法变得不同寻常的程度。除了 GAI 和张艺兴有额外的学位经历之外，更因为他们在台下费了很大力气才结交。当他变成发现 GAI 已经在合作抵抗中达到顶峰时，有几个人已经通过大致的人类投票。维护这种观点的人驳斥了某些事情，那就是如果许多人只是大致上的人，而现在还不是曲调，那么 GAI 可能会再取出旋律。山兰和杜康在未婚抵抗讨论中，目前还没有第三。盖的后遗症从根本上摇摆不定的事实基本表明，客观市场在投票的过程中变成了非常客观的市场。照这样看，张艺兴和 GAI 联手给的关键位置，在金牌上一直异常的不合理。尽管 GAI 的伙伴关系现在在说唱峰会对决中不再令人愉快，但他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。这次 GAI 基本上完成了他新系列中的所有旋律，无论阻力如何变化，个人都觉得没有完成。我现在期待的是 GAI 最终合集的发布。句号。相信熟悉 GAI 的朋友应该知道，包括他在内的很多说唱歌手有个通病，那就是在制作完歌曲之后，喜欢攒着不发。杜康这首专辑的很多歌曲，盖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做完了，他只是在今年发而已。说完了 GAI， 我想聊聊张艺兴。我觉得张艺兴真的被很多人低估了。很多没看过张艺兴舞台的人，对他的固有印象是实力差劲。外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知，主要是因为刻板偏见。在不少人看来，有流量与没实力是近义词。
不可否认的是，上述这种情况的确很普遍，但至少张艺兴绝对是有实力的。有些明星在表现自己实力的时候，特别喜欢强调自己拿奖的数量以及歌曲的数据。这些数据不是没有意义，但不能作为评判一个人的核心标准，因为这背后的可操作空间太大了。我之所以认可张艺兴，是因为在很多节目当中，张艺兴都贡献了精彩的舞台。在录制综艺的时候，网上偶尔会出现观众拍摄的内容，在这些片段当中，张艺兴的舞台发挥依旧稳定，这已经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了。